你有没有想过，地球上存在过一片完全独立演化了3000万年的大陆吗？那里没有我们熟悉的狮子、大象、犀牛，却长出了一整套高仿版的生态位，有带类的狮子，有带类的犀牛，有带类的巨型走兽，甚至连爬行动物都活成了恐龙时代的模样。更颠覆认知的是，这片大陆上最致命的从来不是顶级掠食者，而是随处可见的水。为什么一片与世隔绝的大陆会演化出这么多突破人类认知的极端生物？为什么那些活了几千万年，扛过了无数次旱季和野火的巨兽，会在人类抵达后短短几千年里集体覆灭？今天我们就顺着化石留下的每一条线索，一步步推理还原，走进史前澳大利亚那个既疯狂又残酷的演化世界，而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生态平衡的全部认知。要解开澳大利亚生物的怪异之谜，我们得先把时间拨回4500万年前。那时候的澳大利亚还不是一座漂浮在南半球的孤岛，它和南极洲、南美洲、非洲紧紧连在一起，同属于冈瓦纳超级大陆。当时全球气候温暖湿润，古老的雨林几乎遍布各个大陆，各地的生态系统都是连通的，动物可以自由迁徙，植物的种子也能随风飘向远方，大家的演化起跑线其实相差无几。但从板块开始移动的那一刻起，澳大利亚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写了。很多人对板块漂移的速度没什么概念，其实它慢得离谱，每年也就移动几厘米，差不多和我们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这个速度放在人的一生里几乎察觉不到，但放在地质时间的尺度上，几千万年积累下来就是天差地别。就这么一点点地，澳大利亚开始和南极洲分离，慢慢向北漂移。随着两块大陆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宽，环绕南极洲的洋流逐渐成型，这道洋流就像一道永不停歇的水墙，彻底把温暖的赤道洋流挡在了外面。从那以后，南极洲的温度一路走低，慢慢被永久冰封，而持续北漂的澳大利亚则一步步进入了全球更干旱的气候带。曾经覆盖整片大陆的远古雨林就这样慢慢枯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稀疏草原、耐旱灌丛和大片荒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澳大利亚彻底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生态闭环，走上了和全世界其他大陆完全不同的演化道路。而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有带类动物意外拿到了主角剧本。我一直觉得这是演化史上最有意思的一场天然实验。在其他大陆，胎盘类哺乳动物是绝对的主流，它们占据了从植食到掠食的几乎所有生态位。但在澳大利亚，因为地理隔离，胎盘类没能大规模进来，有带类就没了最强的竞争对手。这就好比一个原本百花齐放的班级，突然撤走了大半学生，剩下的这群有带类只能自己分化出所有角色，有的去当植食巨兽，有的去当顶级猎手，有的去挖洞，有的去奔跑，最后每个角色都练出了一身偏科到极致的本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很多既熟悉又陌生的生物，有的外形酷似狮子，本质却是货真价实的有袋动物，有的长得像几百公斤重的巨型啮齿类，其实和老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连我们现在熟悉的袋鼠，在当时也演化出了粗壮的直立双足，不再完全靠跳跃前进，更像是陆地上的长跑健将。在这样的世界里，重达半吨的多里斯兽根本算不上什么异类，它只是极端演化浪潮里普通的一员。每一个空出来的生态位都被千奇百怪的生命填满，其中不少物种的凶悍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可光有地理隔离，还不足以把演化逼到这么极端的地步。真正让澳大利亚生物全员卷到极限的，是这片土地本身藏着的两个致命特质：极度贫瘠的土壤和刻进生态骨子里的野火。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澳大利亚的土壤是出了名的营养不良。多地的地质化学研究都显示，这里的土壤严重缺磷、缺氮，养分含量远低于其他温带大陆。打个最通俗的比方，别的大陆的土地是肥沃的黑土地，撒上种子就能疯长。澳大利亚的土地就像被反复淘洗过的沙土地，你施再多肥，能留住的养分也少得可怜。这种贫瘠是从地质层面就定死的，植物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得把节能刻进基因里，每一分能量都要省着用。就在这片贫瘠到极致的土地上，古老的桉树林反而蓬勃生长了起来。为了对抗干旱和虫害，很多桉树的叶片里都积累了大量油脂，含量最高能占到叶片重量的 15%。 高油脂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极度易燃。地层里的微碳含量记录告诉我们，从某个时期开始，澳大利亚的野火不仅越来越频繁，燃烧的范围也在急剧扩张。再加上当时缺少足够的大型植食动物控制植被长势，野火慢慢从偶发的灾难变成了掌控整个生态系统的主导力量。但演化最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毁灭的力量往往也会催生新生。澳大利亚的野火从来不是只带来破坏，它反而成了塑造生命的关键力量。很多植物慢慢适应了周期性的火灾，烧完之后能更快地重新发芽。还有一类植物干脆演化出了完全相反的生存策略，它们的种子必须经历高温灼烧的热冲击才能萌发，火不烧，种子就永远沉睡。野火就像整个生态系统的强制重启键，每烧一次就给整片土地刷新一次生存规则。植食动物会主动穿梭在刚过火的土地上，啃食刚长出来的嫩草。掠食者也学会了利用火灾后的混乱，守在仅剩的小片栖息地旁边，围堵被逼过来的猎物。整套生态就在这种毁灭与重生的循环里越转越极端。所以说，在史前澳大利亚，最致命的从来都不是某一种掠食者，而是环境本身。就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里，有带类慢慢熬成了优势物种。它们能在澳大利亚称霸，靠的不是体型，也不是战斗力，而是极强的适应弹性和把能量利用效率拉满的生存策略。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它们独一份的繁殖方式。我们不妨做个直观的对比。在非洲或者欧亚大陆，大象、狮子这类胎盘哺乳动物，怀孕就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投资。母兽要怀胎数月甚至数年，期间要消耗巨量的能量，一旦中途遭遇极端干旱或者食物短缺，很可能母兽和幼崽一起丧命。这就像你一次性全款买了一套房，中间房价暴跌或者断供，就直接血本无归。但有带类完全走了另一条路，它们不会让幼崽在体内长期发育，而是在胚胎发育的极早期就把幼崽生下来。新生的幼崽有时候只有几厘米长，器官几乎都没发育完全，体重也就几克重。幼崽出生后会立刻爬进母亲的育儿袋里，这个育儿袋就相当于一个可移动的生存舱，温度稳定，还有持续的母乳，幼崽可以在里面慢慢完成后续的发育。更惊人的是，这套机制不只是抚育后代这么简单，它还是一个实时的生理调节系统。绝大多数有带类物种在缺水、缺食的恶劣环境下都能暂时终止胚胎的发育。如果环境一直不好，
它们甚至可以直接吸收胚胎自保，绝不浪费一点资源在大概率活不下来的后代身上。等环境好转了，再重新启动发育。这就好比下载文件的时候遇到了网速卡顿，你可以随时暂停，等网好了再接着下，不会直接下载失败从头再来。从演化的角度看，这是一套彻头彻尾生存优先的繁殖策略。比起盲目提升后代数量，有袋类更擅长等待，只在最合适的时机繁殖后代。在资源波动剧烈、干旱说来就来的澳大利亚大陆，这个优势是胎盘类根本比不了的。正是这份持续不断的环境重压，加上没有外来物种的竞争，让有袋类一点点占满了澳大利亚几乎全部的生态位。植食的、掘土的、食腐的、顶级掠食的，所有角色全都是有袋类家族的成员。他们用完全独立的演化路线，复刻出了和其他大陆高度相似的生态功能。这就是演化生物学里最经典的趋同演化现象。而当演化走到极限的时候，巨型有袋类就顺理成章地崛起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双门齿兽，它是人类目前发现过的体型最大的有袋类动物。成年个体体长接近4米，体重能达到2.7吨，站在地上肩高超过1.8米，体型和现代的犀牛差不多。它的样子看起来很怪异，像是袋熊、河马和犀牛的混合体，但实际上和这3种动物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纯粹是自己演化出来的模样。它们成群结队地游荡在广袤的干旱平原上，啃食那些坚硬干燥、含硅量极高的植被，这类植物绝大多数现代动物根本消化不了。从化石的牙齿磨损痕迹就能看出来，它们一辈子都在和坚硬的植物较劲。别看它平时行动缓慢，看起来性情温和，真要是被逼到绝境，它的下颌结构能产生将近11000牛的咬合力。这个力度是什么概念？咬碎人类的骨骨，就跟我们掰碎一块薄脆饼干一样轻松。除了双门齿兽，还有巨型短面袋鼠，身高比普通成年人还高，身体结构完全适配开阔地形的长途移动，更像是草原上的长跑选手，而不是我们印象里只会跳跃的袋鼠。还有袋貘，更是整个生态系统里最奇特的生物之一。早期的科学家刚看到它的化石时，看着它修长的头骨和膨大的鼻骨，都误以为它是象类的近亲，觉得它长着短小的象鼻。但后来的研究证明，袋貘是纯粹的食叶有袋类，走的是完全独立的演化路线。它靠特化的头部和颌骨撕扯，研磨森林里的植被，这就是针对同一个生存难题演化给出的另一套独立解决方案。可能有人会问，生态系统里遍布好几吨重的植食巨兽，那谁来制衡它们？总不能让它们无限繁殖吧？答案就是袋狮，澳大利亚有袋类里的顶级掠食者，也是整个演化史上最具反差感的猛兽之一。袋狮身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化悖论，它的脑部尺寸特别小，这个特征是从它的远祖考拉身上继承下来的，但恰恰是因为脑子小，头骨里腾出了大量的空间，让巨型的颌部肌肉可以密集地附着在上面，最终造就了它近乎不可思议的咬合力。按照体重换算的话，袋狮的咬合力冠绝所有哺乳动物，一只体重不算大的袋狮，咬合力相当于体重是它2.5倍的非洲狮。它的牙齿结构也很特别，没有食肉动物常见的修长犬齿，取而代之的是凿状的突出门齿，还有像匕首一样扁平的前臼齿。凭借这套装备，它能在1分钟之内猎杀体型15倍于自身的猎物，一口下去就能切断猎物的气管
和颈部大动脉，效率高得惊人。化石证据显示，戴师很擅长伏击战术，他会藏匿在树木或者高地上，等猎物经过的时候自上而下发动突袭。这套战术在开阔干旱的古澳洲平原上效果极佳，而且找痕和洞穴化石还证明，他会把猎物的尸体拖到隐蔽的地方慢慢进食，不只是单纯的捕猎者，更是整片狩猎领地的掌控者。最恐怖的一点在于，戴师根本不是起源于传统的肉食哺乳动物谱系，他的祖先本来是植食性的有袋类。在演化生物学里，这属于极端的功能改造，原本用来啃树叶的身体结构，硬生生被改造成了顶级杀手的装备。这就好比一群本来靠种庄稼过日子的农民，走着走着突然转行成了职业特种兵，而且战斗力还直接拉到了天花板级别。这种程度的演化转向，在整个哺乳动物演化史里都极其罕见。不过，就算这些肉食有袋类再凶悍，它们带来的压迫感还是比不上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冷血爬行动物。在其他大陆，恐龙灭绝之后，爬行动物就慢慢退出了顶级掠食者的行列，把舞台让给了哺乳动物。但在澳大利亚，爬行动物的霸主时代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幕过。先来说金卡纳鳄，它和我们现在熟悉的鳄鱼完全不一样。现代鳄鱼基本都是潜伏在水里，靠偷袭岸边的猎物为生。但金卡纳鳄长着修长的直立四肢，还有蹄状的脚趾，能把整个躯干抬离地面，在开阔的林地里灵活地高速冲刺。它不靠伏击，也不靠把猎物拖进水里溺毙，它的捕猎方式就是正面追击，冲上去狠狠撕咬，撕下大块的血肉，让猎物失血而死。根据化石测算，它的体长大概在3到5米，最长能到6米，不会局限在水边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在林地和草原上追捕各类动物，堪称鳄鱼界的短跑冠军。和它共存的还有沃纳姆比巨蟒，体长大概6到8米。它的恐怖之处不在于体型，而在于独特的捕猎方式。从头骨和颌骨的结构判断，沃纳姆比巨蟒没法像现代蟒蛇那样整只吞下大型猎物，它的捕猎模式是缠绕住猎物之后，把猎物撕成碎块再进食。这套模式的能耗极低，在干旱缺食的环境里性价比极高，每一次攻击都能最大化能量收益，完全不做无用功。还有古巨蜥，也叫巨齿博士蜥，是地球史上体型最大的巨蜥。化石分析显示，它的体长能达到5到7米，体重超过500公斤，是有史以来体型顶尖的陆生掠食爬行动物。部分研究提出，它可能拥有和现代科莫多龙相似的毒腺，撕咬造成的不只是物理创伤，毒液加上伤口感染，会持续削弱猎物的身体。它不擅长长时间的高速追逐，专精伏击战术，咬上猎物一口之后就抽身退开，然后慢慢跟在猎物身后，等着猎物失血感染，体力耗尽，最后再上前进食，是典型的刺客型猎手。说到这里，我们其实能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规律：史前澳大利亚的所有生物，不管是植食的还是掠食的，不管是有袋类还是爬行动物，它们的演化方向都高度统一，极致的节能，极致的高效，极致的耐造。因为这片土地的资源实在太少，环境实在太不稳定，容不得半点浪费。而整个生态系统的交汇点，也是最残酷的地方，就是水源。这里藏着一个非常残忍的悖论：水孕育了所有生命，但同时也布下了最致命的死亡陷阱。史前澳大利亚的多数区域，年降雨量不足250毫米，部分地区数周甚至数月都不会下雨。
每到旱季，所有生物就只能涌向大陆上仅剩的零星水源。生物的大量聚集，直接催生了残酷的生态死局。生命越依赖水源，就越会全部汇聚到同一个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古澳洲内陆深处的一处水洼，将近4吨重的双门齿兽在周围踩出密密麻麻的足迹，2米多高的巨型短面袋鼠成群结队地缓缓移动，各种小型植食动物围在水边小心翼翼地喝水。万物都汇聚在这里，整条食物链也跟着重叠在了一起。这片小小的水域瞬间就变成了极端生物密集区。掠食者根本不用四处搜寻猎物，猎物会自己主动送上门。金卡纳鳄会藏在干泥里或者后灌木丛中，等着猎物靠近就发动突袭。带狮这类有袋掠食者则盘踞在周围的高地上，俯瞰着整片生死战场，伺机出击。但水洼真正令人绝望的，从来都不只是掠食者云集，而是环境本身就已经变成了死亡的温床。随着干旱加剧，水洼的面积不断缩小，水质会快速恶化，水里的矿物质浓度一路飙升。死掉的动物尸体泡在水里，滋生出大量的细菌，局部区域甚至会形成缺氧有毒的淤泥带。喝了这样的水，就算没被掠食者抓住，也可能中毒生病。与此同时，野火还在不断逼近。地质证据显示，史前澳大利亚的大规模火灾是周期性的，火焰借助富含油脂的桉树林，能绵延数百公里，一路烧到水洼旁边。一边是不断缩减、越来越脏的水源，一边是步步紧逼的熊熊烈火，整片区域直接变成了封闭的生存炼狱。生态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水分胁迫生态，而在史前澳大利亚，水分胁迫就是整套生态系统运转的核心规则。从巨型植食巨兽到爬行掠食者，整条食物链的生物会在同一时间涌向同一个地点，生物交互的密度达到顶峰。在这套规则里，死亡不再是随机事件，而是概率注定的。你越靠近水源，死亡的风险就越高，生存和死亡往往就隔着一步的距离。所以说，史前澳大利亚的水洼从来就不是什么避难所，它更像是一个天然的生存筛选器。大自然根本不需要主动捕猎，只要守着水源，自然就能筛选出能扛过旱季的生命。而站在这片大陆陆地食物链最顶端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古巨蜥。它最强的武器不是庞大的体型和肌肉，而是藏在下颌的毒腺。它的毒液里含有强效的抗凝血物质，猎物被咬之后，伤口会持续不断的流血，血压一路暴跌，再加上伤口感染，最后休克倒地。这头数百公斤重的巨型杀手根本不需要和猎物缠斗，只要伏击咬上一口，然后慢悠悠地跟在不断衰弱的猎物身后，静静等待死亡降临就可以了。这套捕猎策略完美适配了干旱环境的生存逻辑，用最少的能量消耗换取最高的捕猎成功率。就这样，这套由贫瘠土壤、周期性野火、极端干旱和有袋类动物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在澳大利亚稳定运转了3000多万年。无数物种诞生又消亡，演化不断走向极端，却始终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直到大约65000年前，一个全新的变量出现在了萨胡尔古路，彻底打破了这份平衡。这个变量就是人类的先祖。很多人会觉得人类能征服这片大陆，是因为我们更能打，能猎杀所有巨兽。但其实根本不是。人类的肉体力量、奔跑速度，在本土的掠食者面前根本不算什么。人类真正的优势是掌握了这片生态从来没有遭遇过的能力、智慧
以及可控用火。人类的体型渺小，却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存策略，不再单纯的适应环境，而是主动改造环境。随着人类慢慢扩散到澳洲全境，他们开始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工具改造生态，那就是火耕。人为可控地焚烧地表植被，清理出适合活动和捕猎的区域。考古研究表明，人类抵达之后，短短几千年里，澳大利亚大范围的植被格局就发生了巨变。原本茂密的森林大量转化为开阔的稀树草原，火灾的周期大幅缩短，起火的频率也急剧提升。也就是说，人类给这套本来就靠野火运转的生态系统，直接把火灾频率拉到了历史新高。于是，在更新世稳定存续了200多万年的巨型动物，在1万到2万年的时间里就尽数消亡了。放在地质的尺度上，这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把这场灭绝简单地归罪于人类的过度猎杀，但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些巨兽扛过了几千万年的干旱和野火，不可能仅仅因为人类捕猎就彻底灭绝。它们真正消亡的原因是气候变动、野火加剧和人类活动3重因素叠加，共同摧毁了支撑它们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不是简单的物种消失，而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态级联反应。巨型动物消失之后，整套生态系统就开始了连锁重构。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植物群落。像双门齿兽这种2-3吨重的巨型植食巨兽，本来是天然的植被管控系统，它们每天要吃掉大量的植物，控制着植被的长势。巨兽消失之后，没人再大规模啃食植被，野火的燃料就变多了，燃烧的规模和频率进一步上升。远古木炭的沉积锌数据明确显示，巨型动物消失之后，野火的频率大幅上升，地层里的微碳含量激增。缺少了巨型植食动物的管控，野火彻底掌控了生态的走向。紧接着，野火又引发了更长期的连锁气候反应，植被覆盖率下降，土壤的储水能力、固碳能力大幅衰退。植被越少，野火越凶；野火越凶，植被越少，整个系统进入了恶性循环。生态学家把这个定义为生态反馈循环。生物的消亡改变了地表环境，恶化的环境又反过来持续阻碍生命的恢复。这个过程不会带来生态的瞬间崩塌，而是整个系统的状态跃迁。生态并没有彻底死亡，只是切换成了一个更简单、更干旱、生物总量更低的长期稳定状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澳大利亚生态根本不是一套独立演化的原生生态，而是当年那个巨型生态系统崩溃之后残存下来的简化版本。现在遍布大陆的高易燃桉树林，广袤的半干旱地带，遍地的耐旱物种，其实都留存着当年那个生物多样性远胜今天的世界的痕迹。化石数据告诉我们，更新世晚期，也就是大概5万到2万年前，澳大利亚体重超过44公斤的大型动物，有 85% 以上都在极短的地质周期内灭绝了。而最关键的是，最先遭受重创的从来都不是动物，而是植物群落。整个灭绝过程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第一张牌是巨型植食动物倒下，然后带倒了植被、野火、气候，每一环断裂都会迫使整个系统重新洗牌。综合所有的线索，最触目惊心的事实从来不是某个物种的消亡，而是灭绝的连锁反应会渗透到生态的每一个层级。动物、植物、野火、气候环环相扣，形成完整的生态多米诺效应，
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其实澳大利亚的故事并不是孤立，在地球的另一端还有一片大陆，它也曾孕育过完整的森林生态和繁荣的恐龙王朝，最后却变成了全球最寒冷、最荒芜的冰封世界。它就是南极洲。如果说澳大利亚的演化是地理隔离催生的极端内卷，那南极洲的变迁就是地球气候跨越临界点最直接的证明。你可能很难想象，现在深埋在几公里厚冰层之下的南极洲，曾经到处是茂密的森林，沼泽遍布，河流纵横，恐龙在这里繁衍生息了1亿多年。横贯南极山脉以及多处区域出土的化石，都证实了南极洲曾存在恐龙。骨骼碎片、齿痕、完整的骨骼结构都证明，大概1亿9千万到7千万年前，这里孕育过规模庞大、结构稳定的复杂生命群落。冰川萨尔塔龙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物种。这类植食的犀角亚目恐龙化石就出土于南极。根据骨骼测算，它的体长大概6米，体重有数吨，体型和现代的亚洲象差不多。它的四肢和髋骨结构很有特点，说明它行动并不迟缓，也不是独居生物，完美适配古南极洲遍布河流沼泽的环境。牙齿的磨损痕迹显示，它以坚硬的植被为食，比如针叶树的树叶、嫩枝干。当时的森林里食物充足，完全能支撑它们的生存。可能有人会问，南极洲有长达数月的极夜，恐龙这类大型生物是怎么熬过去的？它们总不能半年不吃饭吧？现代的骨骼微观研究，尤其是对生长速率、血管密度的分析表明，很多恐龙的代谢水平介于冷血和恒温动物之间，更接近温血生物。它们不用像现代爬行动物那样完全依赖环境温度，自身能产生一定的热量。除此之外，植食恐龙也演化出了适应极端季节光照的策略。夏季植被繁盛的时候大量进食，储存足够的脂肪和能量，到了漫长的极冬就减少活动，靠着储备的能量度日，类似一种半冬眠的状态。但光靠动物节能还不够，整个食物链的基础是植物，植物熬不过极夜，整条食物链都会崩。南极出土的古树木化石给出了一个意外的答案，多数树干都没有现代温带树木那样清晰的年轮，这说明它们的生长节奏不是按天算的，而是按季节走的。想要在数月无光的环境里存活，植物必须在组织里储存大量的淀粉等有机物，用来在极夜的时候维持基础代谢。部分对古裸子植物的研究显示，它们储存能量的能力远超绝大多数现代树木。所以整个古南极的生态其实是一套按极昼极夜周期运转的特殊系统。极昼的时候，阳光持续照射，光合作用全面爆发，植物快速生长，生物量暴增，植食动物食物充足，趁机囤积脂肪和肌肉，为极夜做准备。极夜来临之后，整套生态直接转入节能模式，生物活动大幅减少，代谢速率全面降低，所有物种都靠着之前储存的能量撑过黑暗期。多数现代生态系统里，气温是核心的限制因素，但在古南极洲，气温长期稳定，光照才是最大的变量。这套系统就像一个靠极昼发工资的公司，极昼的时候全员加班拼命生产，把钱赚够；极夜的时候全员降薪居家办公，靠着积蓄撑过没有收入的日子。只要周期稳定，这套系统就能一直运转下去。当时的南极生态里，不只有植食恐龙，也有顶级掠食者。冰脊龙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肉食恐龙生活在早侏罗世，距今大概1亿9千万年，
体长6到7米，体重450到600公斤。它算不上史上最大的掠食者，但在当时的南极生态里稳居食物链的顶端。它最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头顶那一块弯曲的头冠，外形酷似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发型，因此也被人戏称为猫王龙。学界推测，这个头冠主要用于同类识别、求偶展示，或是在密林昏暗的环境里作为视觉信号。按照现代生物模型测算，一头500公斤左右的肉食恐龙每周需要进食数十公斤的肉类才能维持代谢。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周边的生态足够稳定，能供养数量庞大的猎物种群，支撑起完整的食物网。故事还不止步于陆地，森林之外的海洋里同样暗藏杀机，掠食者在深海的黑暗中悄然巡游。化石证实，当时的南极海域曾栖息着苍龙、蛇颈龙这类大型海洋爬行动物。苍龙的平均体长10到12米，部分个体超过14米，躯体呈流线型，尾部力量强劲，咬合力预估能达到数千牛，一口就能撕碎猎物。同期共存的还有蛇颈龙，修长的脖颈搭配4片鳍状肢，能在水里骤然加速，在3维的海洋空间里灵活穿梭。可能有人会好奇，极地的海水难道不冷吗？这些大型海洋爬行动物怎么受得了？深海沉积物的地球化学分析给出了答案。侏罗纪和白垩纪的高纬度海域，水温一点都不寒冷，预估常年维持在15到20摄氏度，比现代的极地海洋高出至少10到15度。也就是说，彼时的南极洲根本没有风洞，四周环绕着持续温暖的海水带。为什么大片海域能长期保持恒温？一方面是因为水的比热容大，水体的储热能力极强，极地数月的极夜里储存的热量会缓慢释放，不会让水温骤降。另一方面，当时所有大陆还拼接成冈瓦纳超级大陆，赤道的暖流可以顺畅地流向极地，同步输送热量和氧气，洋流持续循环，这是大型复杂海洋生物存续的必要条件。再加上当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预估是现在的2.5到5倍。二氧化碳会吸收地表的红外辐射，锁住大气里的热量，阻止热量散入太空。这套简单的温室效应机制在行星尺度被放大之后，彻底重塑了全球的气候。白垩纪也因此成了地球历史上著名的温暖期，就连极地都温暖湿润，生机盎然。但这种稳定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如果说极昼极夜的循环是年度周期的波动，那地质尺度的环境变动就是悬在这套生态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末期大灭绝降临。化石数据显示，全球 75% 的物种彻底消失，其中包括所有的非鸟类恐龙，还有大量的大型海洋生物。灭绝的核心诱因现在已经有了强力的证据支撑，地层里有一层薄薄的粘土层，铱元素的含量异常偏高。铱在地壳表层非常稀有，但在陨石里含量丰富，由此诞生了小行星撞击假说。一颗直径10到12公里的巨型天体撞击地球，在如今的尤卡坦半岛形成了希克苏鲁伯陨石坑。这场撞击对依赖光照的南极生态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量的尘埃和硫化物被抛入平流层，遮蔽了全球的阳光，光合作用彻底停止。短短数周到数月，基础的食物供给就断裂了，植物没法制造能量，植食动物陆续饿死，掠食者紧随其后消亡，原本平衡的食物链从底层直接崩塌。
海洋生态同样遭受重创，气温下跌，光照匮乏，浮游生物的数量骤减，整条海洋食物链随之瓦解。化石记录显示，大概70%的海洋物种在这场灾难中消失，众多大型海洋爬行动物彻底绝迹。当然，也有部分研究提出，撞击并不是唯一的诱因。在灾难发生之前，德干暗色岩的大规模火山活动已经持续了数十万年，巨量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被排入大气，让各地的生态本就越来越脆弱。换句话说，生物大灭绝从来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把整个生态系统推向了崩溃的临界点。地层的沉积物证据显示，南极的生态并没有瞬间消亡，而是快速衰败。但这场灭绝并不是彻底的终结，它只是更大地质变迁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几千万年里，南极洲一步步失去了温暖，失去了森林，失去了生命，最终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冰封大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重地质和气候进程叠加的结果。第一重变化是全球气温的长期走低。大概5000万到3400万年前的始新世晚期，全球的平均气温从20摄氏度大幅回落，逐渐趋近现代的水平。第二重也是最关键的变化是大陆漂移。冈瓦纳超级大陆持续裂解，南极洲和南美洲、澳大利亚逐步隔绝。大概3400万年前，德雷克海峡彻底打通，南美洲和南极洲完全分离，这直接触发了颠覆性的气候转变，环南极洋流诞生了。这是地球上威力最强的洋流，每秒的水流量大概1亿到 1.5 亿立方米，就像一道巨型的水墙，彻底阻挡了赤道暖流抵达南极。环南极洋流成型之后，南极洲彻底和外界的热量隔绝了，热量只出不进，持续向太空散失，区域的气温开始不可逆的下跌。与此同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在持续下降。硅酸盐风化会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再加上陆生植物的不断扩张，都在慢慢降低温室效应的强度。而南极洲地处南极极点，本来就是全球太阳辐射最弱的区域，失去了海洋和大气的双重热源之后，这里最先跨入了永久冰冻的状态。冰层形成之后，反照率效应又启动了强力的正向循环。冰层能反射 80% 到 90% 的阳光，地表吸收的热量持续降低，气温进一步下滑，冰川就持续扩张。冰越多越冷，越冷冰就越多，整个过程停不下来。大概3400万年前，地层证据显示南极洲首次形成了大规模的冰盖。此后的几千万年里，冰层不断增厚，如今南极洲的冰盖平均厚度大概1.9公里，部分区域的冰层厚度超过4公里。随着气温持续降低，冰川不断扩张，植物慢慢消亡，动物也没法适应越来越严酷的环境，最终整片森林生态彻底消失，被永久冰封的陆地取代。所以说，南极洲的冰封从来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大陆分离，环南极洋流隔绝热量，温室效应减弱，反照率循环加剧，多重基础条件变动到一起，让气候系统跨越了临界阈值，彻底完成了状态重构。南极洲不只是地理变迁的产物，更是地球气候系统跨越临界点发生状态跃迁的直接实证。那些远古的森林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被封存在了冰层之下，成了珍贵的生物档案，留存着古生态结构、远古大气成分、极端环境下生命适应策略的全部信息。讲到这里，
我们把澳大利亚和南极洲的故事放在一起看，其实能提炼出同一个底层规律。地球的生态和气候从来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是动态平衡的系统。隔离会催生极端的演化，环境压力会筛选出极限的生命，但当外部变量的强度足够大，整个系统就会发生不可逆的跃迁。在澳大利亚，人类带来的火耕和气候变动叠加，让运转了3000万年的巨型生态系统在短短几千年里切换到了简化模式。在南极洲，大陆漂移、洋流变化和温室效应减弱叠加，让温暖的森林大陆最终变成了冰封的荒漠。两者的过程和原因不同，但内核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生态是牢不可破的，哪怕它已经稳定运行了几千万年。我觉得这也是这段远古历史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很多人觉得物种灭绝、气候变化是很遥远的事，觉得地球生态足够坚韧，能扛过所有波动。但史前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态系统的稳定是有前提的。当变量累积到临界点，整个系统会在地质尺度上转瞬切换状态，而且一旦切换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物种消失、栖息地破坏，本质上都是在给地球生态系统叠加变量。没人知道临界点到底在哪里，但每多一个变量，距离临界点就近了一步。远古的巨兽已经消失，冰封的森林也不会再回来，但它们留下的警示一直都在。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年，它经历过比现在严重的多的灾难，也总能演化出新的生态。但人类不一样，我们依赖的是当下这套生态系统。我们不是在拯救地球，我们是在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毕竟，在足以重塑星球的宏观力量面前，再完美的演化适应都不堪一击。